Hello，大家好，今天呢又是一期注水视频啊，主要就是自我总结一下，然后也给大家汇报一下过去的半年以及未来的打算吧。那我自己呢，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没有像这样坐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上一回应该还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先说说过去吧，就是整个2022年，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不是太顺利，也是我们做自媒体6年以来最不顺利的一年了。不论是拍视频、做网店，方方面面其实都不太顺利，影响最大的就是网店，因为上半年那个上海的那个口罩问题嘛，然后后来到全国性的这个口罩问题，导致很多地区都不能发货，很多发出去的货呢，又是要么是卡在半路，要么就是破损了、过期了，其实这些损失都得我们自己来承担，因为这些都是无法二次销售的。还有呢，平台呢，相对于我们商家也是比较严格啊，像现在的话。我们是兼职做这个网店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平台的要求，就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到晚上的11点，就是就是一直在那个就是要保证一个3分钟的那个回复率，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也是经常会有什么扣分啊、扣钱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做网店是兼职嘛，本职工作还是旅游自媒体，所以网店只有就是每天晚上或者每天第二天的早上就是集中处理一下这个售前售后问题，没有办法做到一直在电脑前去待。那我们也没有请专门的员工或者那种远程客服，因为我本身其实也并不想把它做大，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做自媒体之前就是做那个电商开网店的嘛，因为我知道一旦如果把这个网店做到有一点规模的话，其实就是整个人就是走不开的，就一天到晚都是在家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玩，所以羁绊很大。现在的网店的效益其实是相比去年前年来说是差挺多的，尤其是扣掉各种费用之后，这真的就是相比这个视频收益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要操心的事情呢又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就是等到明年的时候，我把网店比如说关个半年或者1年的时间，然后我们自己好好的去想一下，总结一下接下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说过去的视频流量。上半年由于这个口罩问题，出门的时间很少，那基本上都是围绕生活视频来展开的，所以视频的流量和单价呢都相对来说很低。那后来到3月份的时候不能出远门，我们就想着玩玩露营吧，那个时候露营才刚刚有点冒头了嘛，就是稍微有一点火了。其实去年我们就买了那些露营设备了，但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是在东北自驾游嘛，而且那个时候又是冬天，我们一直就没有出去拍摄。那后来等到我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开始拍视频记录我们的露营生活的时候呢，结果就是一不小心就踩中了狗屎。那今年3月份我们拍了大概有10几期的那个露营视频嘛，在3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播放量比生活视频稍微好一些，但不会太好，可能全平台加起来平均每期大概是在30-40万的播放量。结果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露营题材一下子就火起来了。那个时候大家应该有感觉到，因为你们朋友圈啊什么的肯定是到处都是在露营啊什么的。之前不是有句话说嘛，就是朋友圈里70%的人都在露营，就露营这个题材一下子就被点爆了。那我们3月份拍的那些露营视频，结果一下子又被推了起来。基本上每个露营视频平均的播放量全平台都在上百万了。那播放量就意味着视频收益嘛，所以收益一下子就提升了。后来4月份的时候去安吉嘛，就是帮前辈家里弄那个安吉白茶的事情了，一下子又忙起来了嘛，那个就没有后续拍一些露营的视频。那后来5月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又去玩露营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流量已经又下去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玩了好几次，玩得非常的开心，尤其是约了很多朋友嘛，他们都带着小孩什么一起玩是吧？大家一起聚会，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呢也是比较喜欢露营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是前辈他热衷于买那些装备，然后去搭建帐篷，他觉得非常有那种过家家的感觉。但是我是比较享受他搭起来之后我住进去的那个感觉。如果你让我自己去搭那个帐篷，我肯定也是懒得搞了，我基本上在第一步我就放弃了，就购买装备那一步我就已经放弃了，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后来就是等到夏天了嘛，宁波这边天实在是太闷热了，我们就想去找个地方避暑，那就去了新疆。结果真正凉快的地方都还没有玩到，我们只是在像东江那个像哈密、吐鲁番大海盗玩了一下，然后就因为那个口罩问题，结果又被迫撤出来了。不过这一趟吃的还是非常安逸的，因为像青海、新疆、内蒙、宁夏一路上都是牛羊肉相伴，那我反正是吃舒服了。前辈相比我来说呢，他并没有那么喜欢吃
并没有像我那么喜欢吃牛肉和羊肉，所以它呢，它属于那个杂食性的，它就是除了屎和香菜不吃，别的什么都能吃一点。那我吃东西呢，就属于比较专注一点，就是我就喜欢吃海鲜和牛肉、羊肉，然后主食呢，我也只吃面条和米饭，馒头我都不吃，包子我也不吃。然后那些比如说面条，如果你要做成那个像刀削面一样一片一片的，我也不喜欢吃。用那种手搓的我也不喜欢吃，就是那个面条，如果你是做粗了还是细的，我都不爱吃。就是兰州牛肉面的那个面条的粗细是正好的。所以在西北的时候，那我是牛羊肉吃爽了，但是对于前辈来说呢，他的选择性就比较少。后来他一飞到长沙嘛，就是整个就解放了，就立马就吃欢了。然后说一下我们这一趟去新疆的视频吧，基本上一路都是随意拍，因为一天要更新2期嘛，那不注水肯定是不行的，偏旅行生活的素材会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的观众也是喜欢看我们就这种旅行路上真正的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而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剧情啊、敲门啊、偶遇啊之类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愿意去更多的拍摄这个旅行生活，一方面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会比较少，然后素材是每天都会有的。这一路上我们更新了有95个视频，那我做了一个合计啊，播放量呢一共我看了一下，大概是1800多万。那平均下来每期的播放量可能在西瓜视频上应该是在18、19万这样子，全网可能也就30-40万吧，就跟以往基本上就保持这么一个持平，其实也还行了，因为本身旅游视频的播放量也不会说特别的高，尤其是这种我们现在拍的是那个房车旅行嘛，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在饱和的状态。如果全网每期视频都能有在30-40万、40-50万的话，其实已经是我们的付出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满足啊。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是10分钟的视频嘛，一般来说就是视频时长越长，然后它播放量是越低。如果我们把视频做到比如说3到5分钟呢，其实播放量还能再增长个50%左右，但是没必要，因为其实现在是视频时长越长，然后那个收益的单价是越高的。你们打个比方，就是一期时长20分钟，但是播放量只有2万的视频啊，总收益会比一期时长2分钟，但是播放量有10几万的视频还要更高。是因为现在这样的收益机制啊，所以就是只能靠视频播放量来维持生计的博主呢，就会越来越注水。这个没办法，那本身收入就是靠这个嘛，只是要控制好注水的量，在我们的受众能接受的情况下去注水。那我看有些就有点注水注的比较过的，就是比如说你随便配几段那个风景的，或者无人机航拍的，或者随便拿个手机往前面一怼的，然后再配一个 BGM， 1首歌的时间、2首歌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些就有点过了，因为你随便就这么就注了4-5分钟的水，其实应该完播率会非常的低的。如果视频水到就是连自己真正的粉丝都看不下去，开始声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控制了，要及时回头了啊。其实无人机的视频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拍的，因为我飞了很多年，然后也算是比较有经验了。但是就是我每次拍了像以前就是我每次拍了很多10几分钟、20几分钟，但是真正能被前辈用到的素材可能就是10几秒、几秒，多的时候可能就20-30秒，因为这些无人机素材其实对前辈来说都属于无效素材，因为他自己对这些完全就不感兴趣。所以就是如果由他来剪视频，或者由他来主导拍视频的话，可能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视频每期都是以美食为主。如果对我来说，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视频的话，我更可能去做像猎奇类的，或者是那个知识类的，因为我之前有做过那个知识类的一个号，应该是2020年，就是口罩问题的初期，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出去嘛，我自己做了一个号，我是从来没有，只有前辈知道，我跟从来人，包括家里都没有说过。那个号我大概2个月就做到了30万粉丝，抖音还有加另一个平台，可能在这里是不能说的，抖音加那个平台加起来差不多30万粉丝，一共也就更新了7、8期视频嘛。就是我做这些其实单独起一个号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本身有一定的基础在，因为我自己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自媒体，那我大致知道怎么去找那种会爆的点、会热门的点，然后也知道怎么去找素材，大致也会剪辑的话，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那个功课的，就是剪辑还是比较随意的，主要是那个爆点是最重要的。那我自己其实让我重新起一个号的话，其实也很容易。但是知识类的这个视频呢，其实说实话就是吃力不太讨好，虽然它涨粉宽，但是吃力不讨好。它首先就是变现手段非
非常的少。然后我做了3个月，我才做了7、8期视频，必要在网上找大量的素材，然后还要去不停的去验证那些那个素材的真实性，其实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一个文案下来可能就得写个3、5天，像我现在比如说写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景区的文案，我可能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我全部都能写完。是像那些的话，我一篇我就要写那个3、5天时间，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耗时间。1个月的话下来，可能也就只能更新个2、3集，是每一篇肯定都是精品的。老实说啊，去新疆这一轮，我们一共拍了有95个视频。那其实我唯一一个认真拍摄的视频，可能就是吐鲁番的那个麻扎村。说是认真，其实也就拍了半天时间嘛。然后剪辑的话，加上剪辑，可能加起来的时间都不超过7个小时。还有一个就是大海盗的那个攻略视频，可能稍微花了一点时间，就是那个文案。整理了那个大概有1下午吧，然后剪辑的话也就1、2个小时，所以做起来也是非常快的。而平时拍摄的其他视频呢，我们剪辑时间基本上单个都不超过1个小时。那不管是风景、美食还是其他，都是轻松把它给解决掉的，没有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主要我们也算是熟练工了，就是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怎么剪了，所以很省时间，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先拍个几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从几个小时的素材里面去找那10分钟能用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子呢？其实主要自己也算我感觉是有点麻木了。现在拍视频呢很轻松很愉快，然后收益又很高，但是呢总少了一点，就是感觉少了一点激情，就是去哪里都提不起太大的这么一个兴致。不像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北欧那会儿，虽然每天都很累很冷很辛苦，但是每一天都很有激情，然后很好奇很憧憬。想着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有点太安逸了，所以我前几天在那个内蒙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要不要就是改变一下自己，就是换一种旅行方式，能不能让自己找回一点就是过去在路上的激情和好奇心嘛。那比如说尝试一下，比如说那个摩旅啊、骑行啊，或者是登山啊，挑战一下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属于非常懒得运动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又有点虚胖嘛，还有脂肪肝。或者如果我换一种旅行的方式，不仅能让自己重新找回在路上的感觉，而且还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事情我之前跟前辈有商量过的，但是前辈一直说担心我会不会那个出去晒黑了晒伤了，然后或者那个风险会不会太高，所以他一直也不太同意。刚刚看了一下时间，这期视频可能又已经水满10分钟了，就先聊到这里。如果有新的想说的话呢，我就再水一集。拜拜。